一夜间，世界名画纷纷丢失，而作案现场曾经出现一名小学生和一只蓝色狸猫，犯人是用何种手段悄无声息地盗走名画的呢？你的就是我的胖虎，竟然破天荒的要把自己的漫画借给小夫，正常人谁敢接？小夫简直就是受宠若惊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一整块法国巧克力掉书上了，越擦还越脏，估计今天就是小夫的忌日了。但小夫不会坐以待毙，转眼就当起了书贩子，把书借给了大雄。大雄上一秒还觉得别人的漫画真香，下一秒就五雷轰顶。不想死的大雄劝小夫自首，可小夫却玩起了碟中谍，要跟胖虎告发。眼看大雄怂得像个小学生，蓝胖子只好拿出挪威棒，铺好白色抽纸，按住污渍，轻轻移动，污渍就移动到抽纸上了，简直毫无 PS 痕迹。大雄又想起自己曾经拆的家，为了阻止老妈变女帝，把破洞移到了纸上。这下大雄上头了，看到家庭主妇竟然把地板给烫了，大雄化身大孝子，把烫痕移到了报纸上。老妈是高兴了，可这报纸老爸还没看呢，只好把烫痕又扔到了院子里。大雄迈着王者出征的步伐出门接活了，眼看媳妇儿的大长腿还不到2米，跨不过水沟，大雄直接表演了一波水沟消失术，靠着一手好活成功混入媳妇儿家，还帮媳妇儿把纯色包包配上了图案。可媳妇儿觉得图案上的字太 low， 粉嫩嫩的图案才配得上女神嘛。大雄随手扔掉以前的图案，再绘上新图案，虽得到媳妇儿好感度+1，可旧图案却上了娃娃的身。约会完心情舒畅，却不曾想冤家路窄。胖虎上来就是一套虎虎生威拳，让大雄赶紧赔输。大雄真是百口莫辩，只能被拎起求真相。胖虎一通检查，书还真没脏。眼看撒谎的孩子被盯上，小夫连忙解释，这叫防患于未然。胖虎觉得非常有道理，带着书走人了。小夫真是3天不打前列腺发炎，既然书要回来了，小夫决定借来看完。可当小夫回到家，1米高的大高个直接掉进了池塘。本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可墙上的门不会说谎，决定从后门进，又掉进了水坑。书在我在，书亡我亡。蓝帽子按下时间停止表，趁机拿走了小夫手中的漫画书，自备 A4 纸，把这本书剪贴了下来，再还给小夫，然后恢复时间。还好书没湿，依然是白花花的一片。小夫整个人都惊呆了，这叫啥？自作自受。回家的路上，大雄两人遇到温泉关门，只因壁画还没画好。东北人泡澡，墙上没个左青龙右白虎，哪里还有泡澡的氛围？两人决定临危受命。蓝胖子拿出任意门，来到某国美术馆，趁着换警卫的间隙，拿出穿透环，盗走了第一幅世界名画，轻轻松松到手好几亿。然后又来到北欧美术馆，又成功收获第2幅名画。为了可以打造世界第1的澡堂，两人飞檐走壁，出现在世界各地。澡堂终于开业了，看着满墙的世界名画，老板都惊呆了。可老头们毛病贼多，觉得还是乡村风的壁画比较好。那么蓝胖子打造这个澡堂，需要被判入狱几年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小伙伴们，如果有一面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，你们会选择提前知道自己的人生吗？大雄跟静香约个会，却被突如其来的猛兽吓了一跳，转身就要去伤害蓝胖子，一脸馋笑的骗蓝胖子打开，事出有因必有妖。蓝胖子可精明得很，拿出告知镜，这一看，识破了大雄的诡计，一书一本一桌子，把大雄打成了猪头。这多亏了告知镜的功劳。两人下了楼，对着老妈一看，夭寿了。亲妈还真不把大雄当人看，小学生当然要以学业为主，哪有时间当打工人？两人逃出升天，大雄也想用道具秀一把。看到气得像个250斤胖子的胖虎，大雄好奇的一看，小夫这是要成为出气筒了。好人做到底，大雄决定帮小夫化险为夷。可小夫不是什么好人，大雄幼稚一看，小夫身后竟然有杆40米长的狙击枪。小夫不仁，大雄不义，谁知冤家路窄，胖虎迎面走来，化身一拳超人，把小夫锤到再起不能。大雄又对击炮的路人甲使用，原来是尿急。至于路人乙，竟然是赶着去脱单。至于这头路人猫，简直太不讲究了，就要给蓝胖子戴有色帽子，也不想想最近的吴某、霍某、张某哪个有好下场。结果拐角撞了人，一看这人就不好惹，结果人家完全不在乎。大雄好奇的这一看，吓得两腿发软，拐卖、抢劫、盗窃，这是什么牛鬼蛇神？两人嗷的一嗓子就要去报警，
可事情还没发生，这相当于报假警。蓝胖子只好掏出失败贴，只要贴上它，万事皆失败。虽给坏人贴上了，可蓝胖子的二手道具还是让大雄不放心，只能一路尾随。眼看小孩子出现了，坏人一个冲刺，谁知却意外救下了女孩。孩子妈赶来，说什么都要答谢这位英雄。可坏人现在只想逃。大雄两人决定继续跟着看看。坏人又来到公园，盯上了前方的公文包，又是一个100米冲刺，目标只有对方手中的公文包。可对方膀大腰粗，坏人完全不是对手。可谁知竟是同行遇同行，帮老板夺回了背包。坏人再次落荒而逃，虽然节节败退，但坏人还没放弃，又盯上了东京的独栋别墅。这么大一个别墅，主人一定跟小夫家一样财大气粗。坏人破窗而入，大雄两人也只能跟上去看着。坏人一路潜伏，摸进了客厅，竟遇到了火灾。坏人还尚存理智，连忙救火。大雄两人也加入救火行列。就在三人拼命救火时，主人回来了。大雄两人赶紧溜之大吉。主人一家来到了客厅，看到的竟然是自己全家的恩人。虽然很感谢坏人灭了火，但问题也随之而来。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我家中呢？坏人只好坦白了一切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没钱没工作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虽曾误入歧途，但主人认为坏人尚存善心，决定让他来自己公司工作。坏人决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或许是怀着一颗感恩与治愈的心，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，成功当上了公司的2把手。那么小伙伴们是从几岁开始帮爸妈打酱油的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好不容易赶上场大雪，羽绒服配短裤，大雄两人化身滚雪球大师，分分钟就滚好了2个雪球，插上嘴闭眼，再来顶红帽子，雪人就完成了。可后方敌军来袭，小夫拿着法国进口发射机，要把大雄打成筛子。面对雪球护面的残暴行为，蓝胖子掏出了毁灭地球炸弹。开个玩笑，其实是雪球投手。抓好雪球，蓝胖子一通操作发射，以球换球照连打，反倒激发了虎父二人的斗志。一场高科技雪球大战就此展开。可大雄这小体格刚刚开始就累了。胖虎找到破绽，3发雪球轰爆机器。蓝胖子的口袋里果然都是二手道具。虽然战败了，但大雄只关心雪人，要把这么可爱的雪人宝宝带回家。蓝胖子只好拿出机器人要素，只要把道具放入雪人体内，就会变成机器人。大雄满心期待，雪人还真就长出手脚动了起来。一人一猫一雪人踏上了回家之旅，那回头率是相当高。等红灯的空隙，点儿背的遇到了老师。老师教育大雄不能在路边堆雪人，这就是老师不懂了，人家可不是普通的雪人。老师差点惊掉了下巴。路过胖虎家时，雪人忽然停了下来，冲向胖虎家后院就要非法潜入。大雄连忙一把揪住，给雪人薅了下来。到了家的雪人终于安静了下来。可当老妈拿出围脖的那一刻，雪人又不淡定了，跟老妈玩起了拔河。看着围脖，雪人陷入了沉思。老妈享受着下午茶的时光，雪人又开始卖萌。眼看卖萌无效，雪人选择破门而入，就是一个飞扑，顿时地动山摇。大雄赶忙来营救，可雪人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人家只是想要个鼻子而已。蓝胖子的机器查无异常，那问题肯定就出在制作雪人的雪身上。蓝胖子拿出水电影，要看水的记忆，然后从雪人身上取下一块雪。随着雪水的融化，雪的记忆浮现在眼前，希望可以从中找到思绪线索。这片雪最初的记忆是2000年前，但无论是哪个年代，记忆都是被做成雪人。通过雪的记忆，大雄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年代，但雪人一直都是孤零零的，直到一个人的出现。看着屏幕中出现的熟悉造型，大雄觉得这可能就是答案。画面中出现了胖虎家，放学回家的胖虎堆起了雪人，随着鼻子的插入，雪人终于完成了。那时的胖虎还是个小暖男，把自己的围脖送给了雪人。阳光下，两人相视而笑。没想到区区一片雪，竟然有如此神奇的故事。蓝胖子感动到嚎哭。为了这段佳话，大雄有了个好主意，众人举着牌子，要共同见证这个浪漫的世纪邂逅。主角胖虎终于来了，随着眼罩的摘下，雪人出现在眼前。胖虎还记得这个雪人，看到这一幕，小伙伴们直接哭成了高压水枪。大雄鼓励着两人相认，看着熟悉的橘子鼻和蓝色围巾，胖虎也想起了儿时的回忆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本以为是感人的世纪相拥，但别眨眼，高能反转来了。雪人一个助跑起飞，就是一记陈年老脚，直中胖虎面门。胖虎再起不能，小伙伴们都看呆了。
连忙看当年的后续。原来在送出微博后，胖虎不仅毁掉了雪人，吃了人家的鼻子，还踩爆了雪人的身躯，这份恨意已经深入雪人骨髓了。那么小伙伴们一般都会用什么来做雪人的鼻子呢？